哎呀！这位身手不凡，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。这位新娘端庄优雅，是我夫人没错。娘子，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！用武功试我，是犯规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想你好好活着，然后跟碧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李玉湖。二拜高堂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原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如此待我，林燕必定生死相随。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夫妻对拜。红妆笔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。启程。恭喜好啊好啊！恭喜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！这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！
快站起来说话。叶生妹妹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，反倒自己装哑呢？第二天，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，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，便让我留在暖阁。没一会儿，柯世昭就来了。他几番试探我，我都咬紧牙关，不肯说漏了嘴。柯世昭心生怀疑，威胁暗示，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命丧黄泉，三哥哥也危在旦夕。我后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，就得听他的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。后来，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，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，说我娘身体不好，要我好好看护她，别管齐府里的事情。我怕我若说出实情，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，所以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，你高烧不退，醒来变成了哑巴。所以燕生，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，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，才故意装病的。我真是老糊涂了呀！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，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，还让我的孙女遭受到如此的劫难。对不起，孩子，对不起，天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齐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奶奶，您不必感到自责。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，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奶奶，我们还在您身边呢。好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能撑得下去。依我之见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逼他狗急跳墙。天雷，弟妹，终于，你们俩终于死了。来人，来人！少爷，去把王胡子叫来。是。少爷，您叫我。
怎么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是，督长，我确实放进去了，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？是不是你办事不力，出了什么纰漏？少爷，你放心，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。说，你在放毒针的时候，有没有被旁人看到？绝无第三个人看到。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无第三个人看到，绝无。过来。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，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张氏？是。那边捞一下，捞仔细一点。好。哎，你去那边捞，那边捞。哎，对，那边有没有啊？右边，对，就那儿。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我得把他吓死。哼，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一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！哎，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雷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报复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？天雷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，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雷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。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小豹，这边看看去。师爷，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。
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多谢。多谢君爷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啊！这么大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！哎，小胖，啊，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？哦，天桥，那儿有杂耍的，还有说书的，热闹得很。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。说书先生？哦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啊，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，定北侯大战边城，黑豆记再破敌军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，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好，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。先生说的说特别好，真是就是爱吊人胃口。话说定北侯在边城，戍守边疆数日。就是这位说书先生，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，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京城说书的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？真的。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，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敌军狗急跳墙，围攻边城。定北侯巧施妙计，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，再取大捷。各位看官，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各位看官啊，书节到此，咱们明日再说啊。诸位军爷有礼了。先生，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，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军爷，您要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，这我得去看看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？哎呦，那可太巧了，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。到了客栈啊，一问店小二便知。多谢。杜公子，有人找您。我去开门。大人。评威。杜宾。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，好让我过来找你。你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府里说。回府。走了，小胖。好嘞，杜宾，请。坐吧。杀夫将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，是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。哪有啊，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。
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，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，对吧？哎，嫂子，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，帮我大哥解了围，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。怎的？你还不乐意了？倒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你说我杀平威，何德何能，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？你呀，这个驸马爷，那叫憨人有憨福。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，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何时来的京城？为何又是这身打扮？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。这前不久啊，你大哥他突然……公主驾到！评委，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医徒，别说我的身份。哦，行。公主，这位是杜宾，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。军医杜宾见过公主，免礼免礼。啊，评委，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逗你玩。别介意啊，快请坐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开玩笑。哦，对了，你此次来京城，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？哦，边城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便回乡探亲，于是换了这身打扮。那除了探亲，你还做什么呀？此次来京，说是办公务，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。私事儿？啊，私事儿有趣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之前原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，曾经中了一支毒箭，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，这才让他渡过难关。但是他伤还没好，又不听劝阻，重新上阵杀敌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。什么祸根？100日之后必定复发。真的吗，评委？对，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，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。而且公主，这个病一旦复发，就算华佗在世，那也无法挽救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这件事，于是便来到京城，到处寻找将军。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我算了算时间，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。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，找到他也不难。这样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，回来立刻告诉你。多谢公主。客气。小傻瓜，我走啦。谁是小傻瓜？你。走啦。走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
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他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！你知道他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，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。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将军，我家先生说了，您这病起自南方，犯病于扬州。先生还说了，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，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。大哥，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就能给你说的这么准，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？将军，去吧去吧。月已明，花已放，事悠悠，人和和。子任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山高水
情介意，此情不移。冰燕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？啊！奶奶，快了，快了！好，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放心吧，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。这一次，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？最近这家伙晦气，这么多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我信的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，你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？正是。快说，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会的，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？我每天都打扫，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。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。你意思是，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？我伺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他的卧室，你曾有见过他把银子往外拿？没有哎。那你打扫房间，可又曾看到过银子？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，他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。可是，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？小巧，在此事上，你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你妥善行事，我去就回。想要这银子，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没问题，少爷放心。事成之后，这赏金多加一成。好。柯少爷，小巧，如何了？
没关系，反正要弄清此事，也不是1、2天就可以的。对了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盯紧老太君，记没记住？嗯。这一次，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是本月14家商行的利剑，请您老过目。好，就放这儿吧。世昭啊，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好，外祖母，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我伺候他那么久，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。我和你说过呀，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。对了，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？机关又在何处？你可看到了？我正看着呢，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，发出声音，吓我一大跳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。小巧，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全部都在你手中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。小巧，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？怎么又擦？啊，回老太君，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，干了之后有水印，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？赶紧给我找，你这个小糊涂虫！是。老太君，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让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
是。快点下去。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嗯，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对不起。你这个人，耍赖！不许啊！你站住！我打你！金簪就是钥匙，密室的机关就在佛陀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太婆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那金簪忘了拔了，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太好了，小巧，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只要找到这金簪，我们的事情就成了。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，我没法往下拿呀。你白天拿不了，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。可他睡着了，我也进不去呀。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。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？我是说，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。你是说把老太君给毒死？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，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，也少了日后受罪，安然长眠，安乐死去，这不也算是享福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？若无破浪扬波手，怎取离龙喊下注？我只是个下人，你吟诗，我不懂。慈不能掌兵，义不能守财，你懂吗？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你懂吗？我不懂。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下你应该懂了吧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小巧啊，我呢，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。我说的话，你就乖乖去做。知道不知道？
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哼，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，它也分2种。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2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2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2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我一介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义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谭正说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。女侠鲤鱼湖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你们都清楚，国无2君，家无2主。我说的话，如果你们不听，不想听，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，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在我齐府做事情，不许有私心私利，不许勾心斗角。虽然我人老了，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。
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，也有人在做恶事。做了善事的人，拼命的想让人知道，我看就是一个伪善。做了恶事的人，又拼命的隐藏，不想让人知道。我看，真是大奸大恶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，外孙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喘不过气。奶奶，来，赶紧坐下。慢点啊！奶奶，小喜，快去把刘先生请来。怎么办呢？家业呀，谢家的家业可怎么办呢？刘师傅，老太君在这边。师傅，刘先生，这边说吧。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必担心，此病尚有救。这样，我开个药方，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，让老太君服下，便可缓解。多谢师傅。燕生小姐，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。好，这锅应该也快好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你呀就慢慢熬。刘师傅说了，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，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。太好了，二夫人，我来吧。这有我们呢。还是我来吧。忙你的去吧。这有我们呢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
大夫人、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，根本不让我插手。金簪呢？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。小巧啊，这如今老太君中风，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！我没法靠近床边，大夫人、二夫人在，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？这金簪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可以想办法呀。我想不出办法，你有办法，你说好了。我的乖小巧，你别生气嘛。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，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，想办法把她给支走。你就说柯少爷找她，她一定害怕。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，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。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，脑子却清醒得很。她若是识破，那我不就……一个将死之人，你怕他做什么？趁人不备，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。等老太君喝了药，两眼一闭，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。钱归你一半，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，你可以做少奶奶，做老太君。巧巧姑娘，哎，少爷，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？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放蛇下毒撒毒针，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要杀头的？是，少爷。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！这2日，带人去收拾刘若谦，就赶紧回来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小的马上就去办。小巧姐，小喜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小巧姐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？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。哦，你说她平时身子骨挺好的，精气神也足，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？刘师傅不是说了吗？老太君的病啊，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这不，我们正要去熬药呢。哎，以前老太君病了，药都是我熬的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不用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啊。哎呀，燕生啊，熬药我是老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小巧姐，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，你看我都没上手呢。你呀，就先去忙吧，啊，去忙。可是，三少爷，三少奶奶，
他有没有朋友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让他碰。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。天磊，你跟刘师傅说，就说他手外我手内，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。我先走了。小姐小心，嫂嫂小心。你把剑带好，自己也小心谨慎。嗯。老太君，快！他们已经来了，快！准备好了。来，慢点啊。来。二夫人，老太君睡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好，这有我呢，去吧，乖。二夫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。柯少爷找我干什么？我还要照看老太君，你帮我回了他吧。二夫人，三少爷让您赶紧去一趟呢。三少爷？哦，对，三少爷，我刚才把三少爷说成柯少爷了。这样，我把药晾凉了，等您回来再喂。二夫人，咱们赶紧走吧。真是，好好照看着啊。哎呦，三少爷可真用心，给老太君带了些小酥点心。二夫人，药已经不烫了，您趁热给老太君喂了吧。好，我来吧。哎呦，你瞧瞧我这脑子，那厨房里的炭火我忘给灭了。小巧啊，你去帮我给它灭了，这炭火可要小心着点儿，万一要烧着了别的东西，那可就不好了呀。快去啊！好。柯少爷，小小，成了，我亲眼看到他把那药喝下去了。你下毒了？下了，这下子金银财宝就都是我们的了。
王虎子，你们先下手。是，快！二夫人，你回去歇着吧，由我来伺候老太君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外祖母。 外祖母啊，你说说你，齐府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？当初可是你把我带到齐府的。黑手，外祖母，你竟敢加害于我！没有，外祖母，我没有啊。世昭啊，当初我是真心的怜惜你，才把你带到齐府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我做错了？ 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孽种！祖母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吗？你竟然要害我！外祖母，你喝了我的毒药了，你活不了多久，你很快就会永远闭嘴了。你拿来的毒药，我没喝。 方小巧下毒的那一碗药，早就给倒掉了。什么？老东西，你耍我！你想跟我斗，太嫩了点儿。嫩了点儿，嫩了点儿。你老了，我可比你狠，老东西！你还要动手啊？啊！ 孩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狠，那么毒了？我是狠，我是无毒不丈夫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竟敢跟我动手！别急啊，外祖母。 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好孙子和孙媳了，很快，你们一家子就会在地府团聚。孽种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暂时没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藏回去！我不躲了，我把那个畜生给宰了。你等一下。 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手下的人正在外面找你呢。你现在出来太危险了。等这个恶官把他的奸计全部都实施出来，官府的人来了，正好抓他一个正着。可万一他……你听我的，赶紧藏进去。放心，我这不是有你保护呢吗？听奶奶的话，
快藏进去，藏进去！啊！把他们2人给我找出来！去。是。走。停。分开追。王胡子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来。这儿没王胡子。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孙子和孙媳了。畜生，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？什么叫人性？齐府家业这么大，我凭什么只能当个管家？我要做的是齐府的当家人。齐府老大碌碌无能，老二呢，没有一丁点志向，只知享乐。老三就是个病秧子。这是老天爷让我取而代之，这叫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你这是贪婪生恶性！你少给我啰嗦！你一辈子积攒这么多财富，反正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，不如就留给你的好外孙。退下！退下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放开我！世昭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啊！我不过是棋差一招罢了，人为财死，
鸟为食亡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啰嗦什么？快走！走，快走！老太君，小乔，老太君，老太君，我错了，老太君放过我吧。真是死不悔改，死不悔改呀！奶奶，天磊，天磊，你还好吧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们都在呢。来，奶奶坐。老太君，您受惊了。只是这么多年，苦了我的2个孩子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大户人家的内斗比那战场还激烈呢。刘师傅、刘夫人，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帮了大忙，感谢感谢。哪里哪里，八角还是陈的香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冰燕啊，谢谢你，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，我这个老骨头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谢谢你啊，冰燕。奶奶，其实我不是杜冰燕，我是李玉湖。湖？嗯，我叫李玉湖。啊？是的。你不是杜冰燕。老太君，确实如此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是我骗了您，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，让我上错了花轿。但嫁对了郎。原来这件事情，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就蒙着我一个人。真是的！老太君，杜冰燕北上荆州，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。对呀对呀，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。你有喜了？奶奶，您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高兴，都还来不及呢。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！是啊。公主，
公主大喜呀！公公，喜从何来啊？自然是您的婚事啊！皇上已经下旨给您赐婚了，这不，奴才紧赶慢赶的把喜服都给您送来了，想讨杯喜茶喝喝，沾沾喜气。赏你啦！哎呦，谢谢公主。哇，公主是皇上的新家家，公主相中的驸马，那皇上自然欢喜。这不，正和皇后娘娘商量筹备您的婚事呢。皇后娘娘甚是欢喜，紧赶着慢赶着，让我把喜服送来了。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，咱们的小公主要成喜娘了。祝公主和驸马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，永结同心。赏，通通都赏。谢公主。别跪着啦，快起来吧。公主，奴才出来的时候，这皇上和皇后正在商量您的喜事呢，说是要请袁大将军和沙副将一同赴宴，这不，想请公主一同前去商量呢。评委也去啦，那我也去。将军，快穿上试试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裁制的。今后定北侯要主持议和大局，将军定要打扮得风度翩翩才是。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本将军自己的夫人，我还看不得呀。将军，我要试试看。那若是今后你要带兵出去打仗，我要回扬州娘家呢，你岂不是要把我日日拴在身边，同进同出？要是让旁人听见了，岂不是要说你这个大将军是个妻管严？妻管严就妻管严吧。你可知晓，我去扬州找你，得知你被岳父大人带去林州了。我还以为错嫁之事出了什么岔子，你要被迫重新嫁给那个齐府公子。我是满心懊悔，我当初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回扬州。我那是替玉壶妹妹解围去了。我征战数年，刀光剑影从未怕过。可前段日子，我是真怕了。你这个堂堂大将军，怕什么？我怕你这千里入兵营的小意图消失不见了。那我们日后就再也不分离了。好。催什么催，臭小子！就知道着急见公主。哎，我跟公主也多日未见了。没想到平日里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沙平威，如今竟也得了相思病。嫂子就别取笑我了。这次宴席上啊，便会宣布赐婚圣旨。待这圣旨一下呀，这小子可就是名副其实的驸马爷了。咱们以后见了平威，还得毕恭毕敬的行个礼才是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让大哥大嫂给我见脸。这日后，大哥必定找个由头，把我这2条腿打断了不可。嫂子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前几日公主跟我说，皇上让她回京城任职，把禁军和兵马司的兵权都交给她来掌管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天下5官之首。我这驸马官虽然也不错，但毕竟是个副将，之后还得在定北侯的手下讨生活。子任，是真的吗？皇上是曾与我说过这个事，可现在圣旨还没下，一切就还有变数。太好了，若你今后不用再上战场打仗，那我也不用再担心你会受伤了。嫂子，你现在是不用担心我大哥了，你担心我吧。
这小子马上升为副将了。待我回京城之后，便由他驻守边关。评委，以后边关的安定，可就靠你了。太好了，评委，你也要升迁了。那看来今天是3喜临门。那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，别误了时辰呢。嫂子，这大喜的日子咱们就一起去呗，就当是为了我和我大哥一起欢喜欢喜。可是这宫中宴席，我怎可擅入呢？无妨，反正这次宴席就是我和嫔妃的庆功宴，也无关朝廷要职。不如你假扮成侍女，同我们一同入宫。皇后娘娘驾到！拜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今日是袁大将军的庆功宴，不必多礼，坐下说话。是。此次边疆大捷，多亏袁大将军英勇奋战，想出了奇谋，这才大败敌军。黑豆退敌之计，乃军中谋士所想，臣不敢居功。将军立下如此大功，皇上特封你为定北侯，可见陛下对你的器重。谢皇上隆恩，臣鞠躬尽瘁。本宫身为皇后，也该论功行赏。本宫特地为将军准备了封赏，来人！本宫的封赏是封袁大将军为驸马爷，迎娶昌平公主。母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母后，我是要和嫔妃成婚，不是袁不屈。你堂堂一朝公主，怎可下嫁一个无名小卒？他现在已经升为副将了，他日后定能成为大将军。宦海沉浮，没有确定的事，还是莫说了。杀嫔妃，她不过是袁不屈的马前卒。可父皇已经赐婚了。圣旨呢？圣旨，本宫绝不允许你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本宫已经禀明皇上，你的婚事由本宫做主。母后，袁不屈，皇后娘娘。如今日你领下这套喜服，安心的与昌平公主成亲，日后你便是金尊玉贵的驸马爷。如若不然，那你就饮下那杯毒酒吧。秦恕末将无法从命，不能娶公主。你当真是要违抗本宫的懿旨？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休了便是，这有何难？
难道你的新夫人比本宫的公主还要尊贵？请恕末将无法从命。大胆袁不屈！在灵山的时候，你装神弄鬼，愚弄公主，你可知道，你已经犯下了不敬公主的大罪？现在，你又忤逆本宫的懿旨，你可把我皇家放在眼里？本宫念你抗敌有功，是本朝的功臣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福是祸，看你大将军的造化了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深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烟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不要！嫔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你是何人？民女杜冰燕，见过皇后娘娘。你就是袁不屈的新夫人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看着，倒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。听闻杜小姐不但貌美，还冰雪聪明，才名在外。既然杜小姐是个聪明人，那应该晓得利害关系，好好劝劝袁大将军吧。嫔燕，皇后娘娘，我们夫妇二人早已起誓，今生今世绝不辜负彼此。那本宫倒是要瞧瞧，你们的誓言能够坚守到几时？来人，在。袁不屈在民间装神弄鬼，愚弄公主，现在又忤逆本宫懿旨，实乃大不敬之罪，将他们二人抓起来，关入大牢。是。侯爷得罪了，我自己来。母后，我不要
要嫁给袁不屈，我喜欢的是沙平威，我要他当驸马。您这是棒打鸳鸯，把女儿往火坑里推。愈加放肆！你现在还小，所以你会把这些情情爱爱看作一生最重要的事。终有一天你会长大，你会知道那些情爱早晚都会消失的。一个女人，唯有夫君高官厚禄的身份，才可以护你一生。平威因战功也被父王封为副将，他也能护着女儿。虽是副将，可是你父皇命他继续戍守边关。倘若再打起仗来，战场上那可是刀剑无情，他职责在身，那必然是生死悬于一线呢。你说你嫁给这样的人，终日提心吊胆，倘若他再有一个好歹，丧了命，难道你要一生守寡不成？母后，那就让父皇把平威调回皇城来。胡言！戍守边关，有关朝堂社稷，岂能儿戏？你父皇要顾全大局，岂能说调回就调回？袁不屈就不一样了，他立下了军功，你父皇已经封他为定北侯，日后还会把京城的禁军令交付给他，让他成为朝堂的武将之首。他既有重权在手，同时又不用去驻守边关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你的最佳人选。母后，可我就是不喜欢他嘛。你也是女人，难道你就不能体会女儿的感受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跟沙平威在一起，我喜欢他。你跟年轻时候的母后一样，傻傻的相信喜欢这种事。不过终有一天你长大了，才会知道，这些不过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是靠不住的。如果母后能早一点悟透这些道理，母后，您常常看着这幅画像发呆，您当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伤心的往事罢了。母后日日观瞻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再像当年那样感情用事。母后，可是我就是想知道。母后累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母后，此事莫要在意，就这么定了。那女儿告退。皇后娘娘，那袁不屈军功卓绝，皇上又要把禁军和兵马司交付他，你如此逼迫，不怕他反了？那虎符兵权不是还没有交接吗？况且今日那酒也并非是真的毒酒，只不过是本宫一箭双雕的计策。一来于私情，昌平是个小孩子心性，我要以此事勘验这孩子与那沙平威是否真的两情相悦。二来为社稷，
当初那袁不屈在戍守边关时，却曾拒绝婚药。今凯旋回朝，他若此时为了前程迎娶公主，抛弃舅父，那便是个无情之徒，又怎堪皇上的江山重任呢？皇后娘娘思量周全。冰燕姐姐前些日子假扮成了杜家兄长，帮了我个大忙，我呀得准备份礼物，好好谢谢她。听冰燕姐姐说，她那个时候嫁到将军府，将军府在边关，大将军都没为她举办婚典呢，现在要为她补办一个，还算大将军有良心，没有辜负她。我呀要为她绣条抹额。都怪我平日里不好好学手工刺绣，本来想绣一对成双成对的大雁的，现在看起来怎么像胖鸭子？你说，冰燕姐姐都是将军夫人了，带这个东西出去，别人会笑话她吧？小姐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呢，心思赤诚，这礼呀，也都是你的心意嘛。也对，这布是我裁的，这个花也是我绣的。对，我家小姐肯定喜欢。这，京城传来了杜冰燕的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听闻他们二人已在京中重逢。本以为是皆大欢喜，皇后娘娘定要让袁大将军与公主成婚，袁大将军抗旨不从，也被下了大狱。怎么会这样？冰燕姐也太倒霉了吧！冒出个公主，现在要半路杀出个皇后来。要是那将军要休了小姐，娶那公主，我家小姐可怎么办呀？他敢！这袁不屈要是为了当破驸马，辜负我冰燕姐，我宰了他！不会的。据说当日，袁大将军参加了皇后娘娘的鸿门宴，公然违抗了皇后娘娘的意志，誓死不从。杜冰燕化身侍女，跟在袁大将军身旁，要与袁大将军夫妻一体。这样看来，姐姐是要跟大将军生死相随了。好了，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吧，我们即刻出发前往京城，设法救人。师父与师娘也在路上，到时候在京中会合。一起想办法。天磊他们来了。天磊，师父，师娘，快进来。公主，我舅舅舅妈来了。拜见公主。免礼免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用拜了。听嫔妃说，你们跟袁大将军相熟。我之前在袁将军的军营中做军医，这二位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爷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奶奶。我是冰燕姐姐的结拜妹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去牢房探望过姐姐？她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欺负？那是秋官狱，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手谕，否则谁都别想进去。我也找父皇哭闹过了，可父皇说母后是为了我好，不肯插手。我这父皇母后真是棒打鸳鸯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道理的。大不了我这公主不当了，我随嫔妃私奔去，看我父皇母后能把我怎么着。只不过连累了袁大将军和你姐姐，
得想个办法混进邱关玉，与他们二人见上一面。此事我们身居局外，不知内情，想要破解，恐难找到其要害。或许他们二人会有什么线索。说得对，我们在外头跟没头苍蝇一样，得快点见到姐姐，跟她商量。阿兰，你是公主，你就没有什么办法带我们进邱关玉吗？我已经找了母后哭闹3次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哭闹有什么用啊？小时候爹爹不准我干这个，不准我玩那个，我都是跟他斗智斗勇周旋着来的，得智取。你刚才说，要见姐姐得有皇后和皇上的手谕。那我们就偷一个，抢一个，伪造一个也成。这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要不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？那我们就分头行动。我与师傅先行查探，去看看邱关玉的巡逻状况，再想办法。娘娘倦了，快歇歇吧。人都说啊，血脉亲情最是神奇，奴婢看可不就是这样。公主和娘娘真像，娘娘年轻时性子也是拗得很。那个时候我也是又哭又闹的，不顾父母的意愿。帮我把金箔莲花拿出来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这金箔莲花还和过去一般，仍旧光彩熠熠。当年他送给我这朵金箔莲花的时候，我像做梦一样，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意中人。为了他，我不顾颜面，违背父母的意愿，想跟他私奔。我们约定好，他到京城郊外的竹林里来接我，可是他并没有出现。我从晨曦等到了日落，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。天下男子皆薄情，他一定是听闻我要入宫选秀女，怕得罪了皇家，所以才临阵脱逃。我当年感情用事，将真情错付，如今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公主再错一次。本宫一定要替公主找一个靠得住的驸马，绝不允许她
被感情冲昏了头，毁了一生。原来母后是怕我被男人骗，被男人抛弃，是我误会母后了。永卫，舅舅，怎么样？这是母后的令语，我偷偷拿出来了。挺有法子嘛你？还得是我们家阿兰。有了令语，事半功倍。公主，请留步。大胆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连本公主也敢拦？卑职不敢，只是邱关玉这重地，无诏不得入内。卑职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公主莫要怪罪我等。我是奉母后之命来看望袁不屈大将军的。多有得罪，公主请。都怪我冰燕，没能保护好你。我们是夫妻，本就该共患难。万一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将军，你是为了我才受到皇后娘娘的迁怒。将军如此待我，冰燕必定生死相随。但愿我们能闯过这关。姐姐，玉壶妹妹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公主带我们进来的。你过得怎么样啊？吃的好不好？睡得好不好？会不会冷啊？都好。这狱中的人都敬佩将军，给我们送了很多食物和被褥呢。多谢公主，待玉壶妹妹与我相见。快别谢了，好端端的二人，被无辜打入了大牢。就算我们夫妇二人难逃此劫，我们也绝不分开。原本我还做了母额发带，带着送给你和将军当做大婚礼物，没想到竟在这大牢里相见。妹妹，你送我的礼物，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在这儿给你。只要是你送的，不管在哪儿收到，我都很开心。我一直带在身上，我很喜欢。对不起，冰燕，我本来是打算将后父处置妥当之后，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可世事难料，委屈你了。我想请3位做个见证。今日，我想给冰燕一个婚礼。夫人，你可答应？正好，这儿也有烛光，虽然不是红烛，却也温暖明亮。今日高堂不在，我们就以窗外日月为鉴。玉壶妹妹，我就将你送我的这个礼物带上，就当是个喜庆。
拜天地。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，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奉日月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夫妻对拜。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，亦不负情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母后真是糊涂，硬要生生拆散相爱之人。哎呀，我们快点想些办法，把姐姐和大将军救出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去偷母后令语的时候，听到了她和嬷嬷的谈话，好像是母后当年的旧事，我们可以从此处下手。什么事啊？母后年轻时也有一个相爱之人，母后为了和他在一起，不惜违抗父母之命，他们约定好一起私奔，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个男子竟然抛弃了母后，根本没有赴约。那我们就把那个负心汉找出来，让皇后娘娘出出气，不然她把怨气撒在你们还有姐姐头上。你还挺聪明的。你快想想那个负心汉的线索。线索？哦，那个男子送给了母后一件定情信物。什么信物？是他亲手打造的金箔莲花，我偷偷看过一眼，做工十分精美。可是好像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不知在何处。金箔莲花。干爹，今天我看到了这个。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。你说的金箔莲花，可是并蒂花瓣的花样。你怎么知道？皇后娘娘之前可曾有一位医者故交？医者故交，我想想。哦，我记得儿时生病时，母后总是亲自查验太医的配方。后来我就追着她问，她才肯跟我说，是她的一位老朋友，是一个郎中，药性针砭之术也是跟他学的。太好了，子任，我有法子了，咱们应该可以安然无恙。什么法子？你快说啊，姐姐！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能干。玉壶妹妹，此事的确需要你助力。等你出去之后，将此事告诉干爹，之后他自会有定夺。金箔莲花，你们确认是此物？公主亲眼所见，定是此物。这世间的缘分，还真的是奇妙。什么缘分啊？师父，您说清楚。哎，师父，咱们要去找皇后娘娘的负心汉，干嘛带个小药盒啊？不是应该带些工具？如若那家伙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就把他绑回去。娘子稍安勿躁，师父自有打算。
18年了，风师兄，你在此地孤零零地等了这些年，终于把人等来了。两情相悦，世事无常，生死相隔，诚不敢欺，以待故人归。当年，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瘟疫，师兄奉师命下山，前往瘟疫地区，济世救人，救助灾民。师兄在写给我的书信中说，他有了心上人。那女子随父兄游历东南，恰逢瘟疫爆发。那姑娘虽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，却心地善良，也帮着救助当地的灾民。二人一见倾心，私定了终生。师兄决定，待完成师命回山之后，便去女子所在的京城求亲。为师诚意，师兄亲自打造的金箔莲花，与那心上人一人一半，作为定情信。可惜，世事无常。你来了。我亲手做的金莲，以后作为你我的幸福。你看，喜欢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快走！怎么了？保重。那女子的父亲接到了京城选秀女的消息，要逼迫自己的女儿入宫选秀，期待有朝一日女儿能成为帝妃，便可换来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。可那女子性情桀泋，认定了师兄为其良人，便不会回头。离别之时，她与师兄约定，等师兄处理完瘟疫之事，在约定之日，让师兄前往京城郊外，带着她一同私奔。风师兄深爱那女子，决定赴约。他也为二人筹谋了后半生的日子。他曾与我说，他夫妻二人以后要行遍大江南北，救助天下病患，闲暇之时便游山玩水，过那自由自在、神仙一般的幸福日子。当年两人便相约在这片竹林里再会，要一同私奔离去。后来呢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风师伯没能去赴约？害得皇后娘娘伤了心，进宫去选秀；害得皇后娘娘伤了心，参加了选秀。距他们约定的时间还差半月之时，疫情卷土重来。风师兄为了将瘟疫彻底解决，换了无数种药方，并亲试药性，先后尝试了几十种不知药性的草药。终于找到了破解瘟疫之法，可没想到的是，药毒一体，用好了，那是救人的草药；用不好，那便是杀人的毒药。赴约3日前，人还未上马，便吐血晕倒，竟是毒入骨髓，命不久矣。
师兄临走前，将这半朵莲花交给我，让我赶往京城的郊区，狠心告诉那女子，说风师兄有愧于他的厚爱，不敢前来赴约，让他另寻良人，莫可自误。风师伯这是何苦呢？想来风师伯也是了解那女子品性，知道她与女子情深意切，若是告知她真相，说自己命不久矣，那女子定不独活，要与他一同殉情。所以风师伯宁可背负一个负心人的名声，让他记恨一辈子，也要让他活下去。那您当年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师兄毒发，第2日便去了。我带着这半朵金箔莲花，赶往京城的郊区。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的小子，不熟悉路，耽搁了时辰。等我赶到这片竹林时，早就已经过了他们之前的约定时间。师兄虽然告诉我这女子的名讳，可偌大的京城，找一人如同大海捞针。等我寻到了这女子府上之时，却听闻这女子的父母早已将这女子送往京城选秀去了。见不到这女子，我也没了方法，就一直将这半朵金莲随身携带。这女子被封了妃，不再用娘家的名讳了，竟然是如今的皇后。没想到，如今冷酷无情的皇后娘娘，也有如此痴情的时候。不过，这样想起来，她也挺可怜的，竟从不知道，风师伯对她的深情，从未变过。造化弄人。我按照风师兄的意愿，将她埋葬于他们约定好的这片竹林，也算是了却了师兄没能赴约的遗愿吧。袁将军，吃馒头了。林燕，是雷小姐和祁三公子的资料。没想到，皇后娘娘竟是如此刚烈之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帮她解开心结。儿臣拜见母后。起来吧。母后，日日在宫中，天天跟着他们大眼瞪小眼，闷都要闷死了。不如我们微服出宫吧？不可以啊！你前日偷了我的令语，去了秋官狱，你当我不知道呢？罚你闭门思过3月，不可出门。哎，母后，我那不也是好奇嘛？我想看看我那个驸马，他到底服软没有？当真？嗯。
母后，这几日您因为女儿的婚事受累了，所以女儿想陪着您散散心、透透气嘛。哎呀，母后，母后，走嘛走嘛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闻京城外有一座名山，风景甚是秀美，我们就去看一看嘛。好不好嘛，母后？你最好了，求求你了。母后，母后，好了好了，服了你了。平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母后，您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您看，外面的风景如此秀丽，您日后可以多出来走走嘛。你呀，一出来就像脱了缰的小野马一样。母后，出来散散心也好。此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。有特别的，母后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本宫累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母后，来都来了，您再好好看看吧。啊，母后，你看，这亭子下面怎么会有一座孤坟啊？看起来好凄凉啊。风车。是他师父跟尸体里的丁丑年，丁丑年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谁在弄虚作假。他怎么可能是那年死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母后。这曲子，这曲子是风车跟我一起谱的。皇后娘娘，这曲子是风师伯和您一同谱的，就连这金箔莲花，在他死前也一直带在身上。你是何人？这半朵金莲，你从何得来？皇后娘娘，民女李玉湖。这金莲是我风师伯的心爱之物，之前一直由我师父保管着。
我这次寻来，就是为了完成师伯的遗愿，将这金莲还给他真爱之人。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哄骗公主出来，竟连本宫也敢戏耍！皇后娘娘，我们没有骗人，您仔细看看这金莲，就是风师伯为您亲手打造的那一只。皇后娘娘，请息怒，我们将您叫到这里来，是想告诉您当年的真相。风先生他并不是负心之人，他也没有忘记你们的约定，只是当年他为了救助灾区，身尝百草，草药相克，身中剧毒，还未上马便毒发身亡。当年我便劝过，莫要亲自尝药，此事凶险。可你却说自己配的草药，若是有差池，也应该是自己承担。我没想到，竟被你一语说中。他临死之时，可曾留下只言片语？风先生的师弟刘若谦师傅说，他宁愿让你误解他父亲薄情，也不愿意让您知道真相之后父死殉情。娘娘，自始至终，您都是风先生的挚爱之人，他不是负心之人，他对您用情至深呢。风师伯死后，我师父按照他的遗愿，将他葬在这里。他到死都想完成和您的约定呢。我变得好苦，你知道，18年了，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。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我亲手做了金莲，以后作为你我的幸福，你看。公主回去吧，让娘娘静静，娘娘不会有事的。
本以为富贵迷人眼，情深不堪负，没成想那杜冰雁和袁不屈生死难分，竟情比金坚。看来这人间真情，只是本宫无福消受啊。罢了，来人，传本宫懿旨。哎呀，这计策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还不放人啊？那日回宫之后，母后一连几日都没有出寝宫，也不知道打开信笺没有，肯不肯下懿旨放人，真是急死了。但我看那日皇后娘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就算是个外人都被风世伯感动了。皇后娘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，也该融化了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原部区杜冰雁接旨。原部区一案现已查明，当日灵山之行实乃无奈之举。大将军为我朝忠臣良将，着本宫旨立即释放，命大将军原部区出狱后立刻进宫面见皇上，领禁军和兵马司虎符。袁氏夫妇伉俪情深，本宫特许挑选良辰吉日再办婚典。臣遵旨。月色太寂寥，一曲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，空念你的妙。恭喜大将军，此番灾祸虚惊一场，日后定然前程无量。多谢公公。我要在新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灯破晓。妹妹，月色太寂寥，一曲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，空念你的妙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袁某今日能够逃过一劫，还要多亏诸位在外奔波，请受袁某一拜。将军大哥，姐姐，从上错花轿以来，我们一路跌跌撞撞，就算我是个胆大的，也都怕了。哎，虽然我们上错了花轿，但是我们也各自找到了如意的郎君，而且皇后娘娘还特意下旨，让我和将军重新准备婚礼呢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这歪打正着的两对小鸳鸯啊，就该好好演一喜气，好好的重办一场婚典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我们夫妇二人就顺着袁将军和杜小姐的机缘，再办一场婚礼，再闹他一场，如何？我与其兄不谋而合。哎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正好人多热闹。这样的话，母后定能准了我们的婚事。这个我来筹备，然后热闹个3天3夜。好。姐姐，我们去仙女庙拜拜吧。感谢仙女娘娘给了你一个威武的大将军，给了我一个俊俏公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走。
师父师娘，干爹干娘，干娘。恭喜你们啊，都能如愿以偿。承蒙皇后娘娘亲自赐婚，日后你们定能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这当然也多亏了师父和师娘的帮助，否则此事也不会解决得如此顺利。是啊，干爹干娘有我们是大恩。哎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。10日后啊，你们便要重新举办婚礼了。你们将要嫁给自己心爱之人，虽然这过程曲折了些，但总归是皆大欢喜嘛。干娘，你说的是，当时出嫁之时，我和妹妹曾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，希望能嫁得个如意郎君。没想到仙女娘娘真的显灵了，让我们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君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仙女庙还真灵验啊！一会儿啊，我得好好的瞧一瞧，给我那傻儿子敬堂好好拜一拜。哎，敬堂。爹娘，哎，启赞公子。所以啊，在这大婚之前，我们定要来仙女娘娘面前祈福还愿。对的对的，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，这次可别再上错花轿了。参见公主，参见驸马，参见驸马。不必不必。哇，这边是仙女庙啦，我也要去祈福。希望今后能够跟驸马恩恩爱爱。公主，别说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怎的？大家伙来此处，不都是为了祈福还愿？这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？能说能说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，我一朵。我们快点，快走，进。走，慢点啊，我给你挡着。你淋着没？你没淋着吧？好大的雨啊！我给你弄弄。这雨下的可真大，这房子都漏雨了。怎么说下就下呀？这个雨。哎，我可算知道了，这仙女庙的雨呀，是说下就下。不过也对，如果当时没有那场雨的话，哪来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啊？又何得你们2人的好姻缘？也是啊。你等我一下，姐姐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去吧。这里呀，还和以前一样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都有些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。来，我们今日一同来向仙女娘娘还愿祈福。谢女杜冰燕今日特带妹妹李玉湖前来还愿。之前我们姐妹2人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，希望我们各自能够觅得如意郎君。幸亏仙女娘娘显灵，让我们姐妹2人虽上错了花轿，却嫁对了人。信女感念仙女娘娘的显灵。
多谢仙女娘娘，让我在这里结识了冰燕姐姐。也感谢您赐给了我齐天磊这个郎君。请仙女娘娘日后保佑我和天磊、冰燕姐姐和袁大将军能够开开心心、幸福美满。玉壶在这里给您磕头了。今后我们就是姐妹啦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去吧？这齐府的龙潭虎穴，我就替冰燕姐去了。姐姐可是比以前漂亮不少呢。胡说，你呀才是越来越好看了。姐姐，你现在可是将军夫人。你呀，现在可是堂堂齐府的三少奶奶。我问你，你现在可还觉得自己是跳进火坑了？我现在每日啊都过得十分自在。妹妹，你可是有喜了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来之前吃多了。哦，是吗？希望是个能文能武的小家伙。姐姐莫非也吃多了？希望他们俩能跟我们俩一样，关系这么的好。他们二位女子有着如此奇特的经历，连带着你我二人也有了此番造化。能遇上他们，是你我此生之幸。是啊，也真是这仙女妙显灵，让你我二人都找到了彼此真心相爱的人。那这也算是缘分天定。原来那次在灵山，是袁不屈故意装神弄鬼吓唬本公主的，是杜冰燕他们夫妻二人的计策。不过，幸亏他们出此计策，不然我就碰不上我那个傻驸马了。我这个傻外甥，他是真有福气。他也就是个实心眼的。就你向着他说话。公主，我今天呀就跟你老实交代吧。其实我也参与了此事。你真没看出来？小姓单，贫道姓苏，不是 A 师傅。我就是那个给你算命的道姑啊！原来你也有份儿啊！哎，那平微呢？平微是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呀就是被他那个舅舅给诓去碧霞祠的。我就说嘛，我那个傻驸马呀是个实心眼的。不过实心眼也有实心眼的好处。不瞒你说，我父皇母后给我挑了那么多人，可就那个傻瓜肯为了我豁出命来。他那是傻人有傻福。雨停了，我们走吧。
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因这样次相遇，定下姻缘不移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缘这相依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或许怎么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。新郎官们，快来迎接你们的新娘子吧！袁大将军、齐三公子，想要迎娶我们2位小姐，可是要经过考验的，请务必擦亮双眼，仔细瞧瞧。上一次是上错了花轿，机缘巧合选对了夫君。这次你们一定要选好新娘，否则日后夫人会怪罪下来的。这一样的红盖头，一样的红嫁衣，又都是龙凤呈祥，没有鸳鸯戏水。没错，2位姑爷，可务必要仔细辨认喽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你说，这2个人一模一样，他们该怎么分辨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就是要考验齐三公子和袁大将军的眼力心力。我们如花似玉的2位新娘子，岂能那么容易嫁出去啊？袁大将军，如何？猜不到。三哥，你快猜啊！玉红妹妹说句话呀！啊，齐三公子，不许问话，不然这就算犯规了。啊，对，犯规。驸马说的对。哎，都将军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既然2个新娘看起来外形一样，那咱们就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动一动。这位身手不凡，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。这位新娘端庄优雅，是我夫人没错。
娘子，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！用武功试我，是犯规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想你好好活着，然后跟碧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李玉湖。二拜高堂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。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如此待我，冰燕必定生死相随。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夫妻对拜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香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。启程！恭喜呀！好啊！恭喜恭喜！这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。恭喜恭喜恭喜！